我们来看一下，无论家里的报废电脑或者是报废的电饭锅上面的这条电源线不要扔掉。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剪刀从中间给它剪开以后呢，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首先呢，我们先找到这个电源线中间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剪刀把它先剪开。剪开之后呢，我们分别把这两端给它拨出线头，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它这个两头呢，这一头是一个3相插头，另外一个呢是品字插头。其实呢，这个3相插头在生活当中用处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品字插头呢，它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条线它在生活当中的用处。首先呢，我们先把这条线给它拨出线头。像这个电脑上面这个电源线或者电饭锅上面的电源线，它这个内部呢都是有3条线。我们拨开后呢，来看一下，这里面看一下，有一条棕色，一条蓝色，然后还有一条绿色，也有的是一条黄绿色。像这条线呢就是它的地线，然后这2条呢就是它的零线和火线。然后呢，我们分别给它拨出线头，3条线一样都给它拨出来。拨好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先把这个线呢给它像拧麻花一样给它先拧一下，拧好之后，然后给它对极对折一下，3条都一样。对折好以后呢，我们首先用这条线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看家里的插排，如果买的插排不带电源线，或者是插排上面的插头坏掉了，我们呢其实就可以用这条线给它接上去。然后呢，这个线呢，因为它是3条线，有地线，所以说接在这个插排上面是非常安全的。它要比一些2线的这个电源线要好用，因为它没有地线，所以说没有它更安全。我们把它接在这个插排上面，使用的时候就非常好用了，是吧？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呢，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接家里边电器上面这个电源线。首先我们看一下，我这有个电水壶，这个底座上面这个插头呢，我们看已经都烧坏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其实呢也可以把这儿给它剪断，然后呢用同样的方法就把这3条线给它接上以后，就可以用这个插头来继续使用这个电水壶了。这个电源线看一下它的内径是非常粗的，所以说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安全。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另外这部分品字插头它在生活当中的用途。首先呢，我们也是一样先把这边给它拨出线头，同样的方法也是一样，把这3根线我们都给它拨出来。拨好线头以后呢，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然后把它拧麻花一样，拧好之后还是一样，把这个头这部分呢给它做个对折。然后呢，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刚才没有注意，现在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条绿色的线，其实呢它是一个花颜色的线，中间是有一个黄杠的，这呢就说明它是一个地线。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像这种品字插头，它在生活当中它的一个特殊妙用首先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先把它接在一个插排上面，打开这个插排盖之后呢，在这样的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的3个接线单子上面都有标注，这儿是一个地线的标注，然后这儿一个 L 一个 N， 在这儿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接对，不要接错。如果接错了之后，这个是不能使用的。我们把这3条线分别给它接上去。这条花颜色的线接在这个地线上面，然后棕色的线接在 L 上，蓝色的线接在 N 上面，分别给它拧紧螺丝，一定要拧牢固。拧好了之后，然后呢把上面这个盖子给它扣起来。制作好以后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像这个品字插头呢，它不单单只有这一种作用，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种作用比如家里的电动车充电器，是吧？我们看一下上面插在电瓶车上面的这一端呢，也是个品字插头。有一些情况呢，经常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经常插拔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这样就容易出现松动接触不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给剪断，把这条线也可以接在这个上面来使用。好，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小工具的使用方法。
我们首先呢，把它可以插在电动车上面，插上以后呢，我们首先看一下插排上面的指示灯已经亮了，是吧？亮了就说明啊，这上面已经有电了。我们用它可以给电动工具供电，比如这些手电钻都是可以的。我们首先把这个电插头给它插上，然后来测试一下，可以转动，是吧？然后呢，我们用它还可以给手机或者是充电宝充电，都是非常好用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宝插上去后呢，上面的指示灯我们看目前没有亮，等一下我们看已经亮了，是吧？亮的就说明可以给充电宝充电，而且呢它还可以给手机来充电。手机没有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无论走到哪里呢都可以给它来充电。包括一些电动工具出门在外干活的时候，如果没有220的电源，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插在这个插排上面来供电来使用。大家感觉还有什么好用的方法，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 DVD， 它的问题呢是通上电之后呢，点开机键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一共是2块板的，这块板呢是电源板，然后这一块是它的主板。像这个电器不通电，大部分问题都是出现在这个电源板的问题上面。我们主要就是检查一下电源板。在检查电源板之前，我们首先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源线还有开关有没有问题。如果它们有问题之后，这个 EVD 它也是不会通电的。电源线是没问题的，然后再测量一下这个开关，开关也是没问题的。像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这个电源板的问题了。我们把这个电源板给它拆下来，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背面有没有开焊虚焊的地方，并没有发现。然后上面这些元件也没有明显发现有烧坏的，也没有发现有烧糊的。我们先看一下，这儿是有个保险的，我们先用弯表再测量一下这保险，看它有没有烧断。从外观上来看，这个保险它是不坏的，我们用弯表再测量一下，是没问题的这个保险。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给它先通上电，然后用弯表再测量一下它的电压，看正常不正常。通上电以后呢，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主滤波电容上面有没有300伏的电压。332伏，它的电压是有的。然后再检查一下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上面有没有300伏电压，这也是有的，332伏，有电压，它这个输出是没有的。像这个问题它是出现在这个低压部分，是这块有问题了。我们主要检查一下低压部分的元件。把电断了以后呢，我们先看一下低压部分，上面就几个2极管，然后几个电容。我们首先呢要检查一下这几个快速恢复2极管，这儿一个个头大的，然后这儿还有2个个头小的。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个头大的，用2极管档测量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短路击穿。好像已经击穿了这个，我们先把它先拆下来以后再测量一下。拆下来以后呢，我们再测量一下，这样的话测量会比较准确一点。我们看一下已经击穿了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型号，这是一个，它型号是 SR350，它是一个3安50伏的肖特级2极管。然后呢，我这手里面正好有一个 SR5100的，这是一个5安100伏的，这个耐压值更高。我们把这个换上去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 DVD 能不能修好。好，我现在已经把它换上去了，别的元件呢并没有发现有坏的。现在呢，我们就给它通上电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修好。开始通电，然后我们就要开机了。开机，已经有电了，是吧？故障非常简单，就是一个2极管烧坏了。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今天咱们修一个电脑显示器，它的问题呢就是通上电以后上面的指示灯不亮，然后呢就点这个开机键，屏幕呢没有任何反应，不开机。像这种情况，咱们先给它拆开来检查一下。这种情况一般呢都是这个电源的问题。咱们拆开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拆开以后呢，我们看一下上面有2块板子，这块是它的主板，这块是电源板。像这种没有指示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一般呢都是这个电源板的问题。先从外观上这一面呢，先看一下它外观呢上面这元件并没有发现有烧坏的。现在呢就需要用网表先测量一下，看那个电源这边这个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在这儿呢有2组输出电压，一组是5伏，另外一组是12伏。好，现在呢已经把它通上电了，测量一下，看它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先测量这个5伏这儿，我们看一下这5伏这儿呢，明显电压过低啊，现在是 4.1 伏，离5伏呢差别还是挺大的。然后再看一下12伏，12伏这儿显示 17.91， 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主板上标注的是12伏，它有可能是标注的有错误，它的电压是18伏。然后呢，它这个电源板不正常，它问题呢就是这个5伏这儿电压偏低。现在呢，咱们把它断电，然后呢把这个电源板拆出来，看一下另外一面，看一下有什么坏的元件。拆出来以后呢，我们检查方法也是一样，先从外观上看一下有什么明显坏的元件，然后呢看不出来，然后再用网表检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板子有什么问题，已经发现了没有？我是挺高兴的啊，发现问题了。像这种情况呢，维修起来就简单多了。问题呢，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这几个电容，滤波电容，这儿呢有3个电容已经鼓包了，看一下这3个。像这种电容呢，在我们维修的时候呢，维修师傅一般都称它为发财电容。你看这2个已经漏液了，这个呢虽说没有漏液，但是呢它也鼓包了。像遇到这种情况呢，直接把这3个电容换了以后啊，一般的都是能修好的，就可以说是90%多都是没问题的，都能修好它。现在把这3个电容给它拆下来，更换一样的型号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问题。这个电容呢是一个25伏1千微发的，然后这个呢是10伏1千微发的，这个也是10伏1千微发的。现在它的5伏电压偏低，原因呢就是这2个电容引起的。它这个电容呢就是漏液之后它就失效了，就相当于跟没有电容是一样的，所以呢它电压肯定就是偏低的。一般的情况把这电容换了以后，它的电压就会正常。维修电源板的时候，如果发现电容鼓包的这种情况，不需要用网表来测量，直接呢先把它们换了以后再测量，看一下电压正常不正常。没有找到10伏的，我找了2个拆机的16伏1千微发的，把这2个给它换上去也是一样的。安装电容的时候是分正负极的，这边是负极，对准板子上面这个黑的这个标注，这样安装，正负极不能安错。另外一个电容我找了一个35伏的，这个也是可以使用的。在维修电器的时候，就是维修这种电源板的时候，其实呢像电容鼓包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换好以后啊，就给它在装上测试一下，看一下正常不正常。通上电开始测试，先看一下这个指示灯亮不亮，已经亮了，蓝色指示灯，屏幕呢也显示正常，就这样就搞定了。家里淘汰的电脑或者是坏掉的电脑，在卖废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把电源拆下来，不要把它给卖掉。其实呢，这个电源它是一个多功能电源，在生活当中使用是比较多的。先看一下它上面的输出电压，分为5组，前面这3种是最常用的，有个 3.3 伏，一个5伏，还有个12伏。像这种电源呢，它都是大功率电源。如果我们单独买一个12伏的这样大功率的电源，也最少得100多块钱。在使用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插上去。插上去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扇并没有转动，它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电源没有启动，所以说呢这些插头上面都是没有电的。有些朋友可能会看到这么多插头，看着就迷糊是吧？其实呢不迷糊啊，很简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2种方法，就是可以让这个电源启动，启动起来以后，它这些上面才有电压输出。第一种方法就最简单，就是找一下这个最大的这个插头，然后呢看一下上面只有一条是绿色的线，这个就是它的启动信号线。然后把这个绿色的线和任意一条黑色的线，找个导线或者是金属的东西把它短接起来。短接起来以后，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风扇，就可以转动起来了。现在呢，这个上面都有5伏、3.3伏和12伏的电压输出了，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操作方法，
其实呢，第二种方法就更简单了，需要用一个电脑电源的这种扩展板，然后呢还是一样，找到最大的这个插头，给它插到这个扩展板上面去。插上去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指示灯是没有亮的，因为是没有打开开关。我们把开关打开，看一下这个电脑风扇已经启动了，然后呢上面这个指示灯已经亮了。现在呢就可以啊，上面的这些电压都有输出了。这一组是 3.3 伏，然后这一组是5伏，这一组呢是正12伏，这一组是负12伏。其实这个负12伏在生活当中用的是比较少的。这个电脑电源输出的电压最高就是直流12伏的电压，所以说呢它的电压都是安全的，在工作的时候这样触摸到也是没问题的。其余的这些插头其实啊我们就不需要用它了，我们用的时候啊只需要把线接在对应的这个接线柱上面就行。这个 3.3 伏的其实啊可以用在燃气灶上面来使用，或者是一些别的电的设备，只要是 3.3 伏的都是可以来使用的。5伏这儿呢，我们借个手机的充电线，来给手机充上电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可以直接手机充电是吧？因为这个功率比较大，别说给一个手机充电了，就算给10个手机同时来充电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也可以给充电宝来充电，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网络电视盒，只要一些数码产品，只要它的电源呢是5伏的，都是可以用它来作为这个电子设备它的电源适配器来使用的。然后呢咱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12伏这一组输出的电压，看怎么样。首先也是一样，先接一条这个输出线。好，这条线呢已经接上去了，接好以后呢可以啊，这个用处也比较广泛，它可以用在这个光猫像这光猫上面用的电源一般也都是12伏的，可以作为这个电源适配器来使用。看一下插上去之后，这个指示灯就亮了，是吧？然后关了之后就灭了。然后呢，用它也可以作为啊，像这个监控啊，像这种电源它也是12伏的，也可以插上去来使用。同样的道理啊，因为它是大功率的，别说是一个监控，就算是10个监控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看一下，已经启动了这个摄像头，是吧？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然后呢，用这个电源呢，也可以作为什么？也可以作为这种12伏的锂电钻，也是完全没问题的。现在电池非常不耐用，也可以把这个线呢给它分开，接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长期使用还是很不错的。12伏的这组电源也可以用在跳广场舞的音箱上面来使用。看一下音箱后边，它这个这儿呢也是12伏的，接到这儿就可以了。它的作用呢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其实它还有很多种。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来讨论一下。朋友们大家好，家里面的旧电脑或者是报废的电脑卖掉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电源给拆下来，它在我们生活当中使用价值是非常多的，如果把它卖掉的话就非常可惜了。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源它另外的一个功能，大家很有可能不知道。它的另外功能呢，就是用它可以来检测维修我们家里边的 LED 灯，用它作为检测维修的工具是非常好用的。我们来看一下电源旁边它是有个标签的，我们看这儿啊，12伏它是个黄色的。实际上这个12伏呢在生活当中用处是非常多的，不过我们是在维修 LED 灯的时候是用不到它的，我们主要用就是这个5伏和 3.3 伏。我们看一下这个5伏写的是红色，它就是红色的那条线是5伏，然后这个 3.3 伏是橙色的，我们主要是用这2组电压。现在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首先呢，我们先给电源给它通上电，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风扇是没有转动的，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外边这个输出是没有电压的，它没有输出，因为这个电源没有启动。我们想要给电源启动的话，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最大的这个插头，在这个插头上面我们找一下2条线，就是一条绿色的线，我们看一下这条就是绿色的线，然后和黑色的线，把这2个给短接一下，就短接起来，这个电源就可以启动了。短接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找个这样的导线，直接插到里面去。插上去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源风扇它就转动了，现在就可以输出电压了。如果朋友们有这样的开关，其实啊也可以把这2条线剪断，把这个开关接上也是可以的。电源启动以后啊，这边都有电压输出了。然后呢，我们再准备另外一个小工具，我找了2条坏掉的弯表的表笔，我们看一下这边已经都坏掉了，断线了。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小工具。我们呢首先先把这边给它剪断，因为已经坏掉了。剪掉之后，我们就用这个表笔头。如果朋友们没有这样的表笔头的话，
也可以用这样的硬导线，也可以来代替它的。先给表笔拨出线头，然后找一条红色的电线，就是个软电线，给它接上一节，然后呢就给它缠上胶带。如果不缠胶带的话，这儿可能用几下就又断了。缠好胶带之后就会比较耐用也结实了就。好，现在接好了。然后呢，这条黑色的线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给它接一条线。这个呢，我们接一条蓝色的电源线。接好之后也是一样，给它缠上胶带。不缠胶带的话，可能用2天就掉了。然后呢，我们给这个电线这边给它这一头给它拨出线头。然后我们把这2条线分别接在这个最大的电源插头上面去。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源插头上面好多这个黑色的线，这个黑色的线实际上它都是电源的负极。我们把这个蓝色的这条线随便接在黑色的线上面就可以了。我们先找一下，这个是黑色的，我们把它给接到这个上面去。如果不插到这边，直接给它剪断接到上面去也是可以的。我在这儿就直接插上就行了。然后这个红色的线是电源的正极，我们给它接在这个插头的橙色上面去。这个橙色是3伏的电，我们检测灯珠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插在橙色的线上面去。插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检测灯珠了。检测灯珠的时候我们就随便往上面接一个不亮之后，我们再接另外一个。如果第3个还是不亮的情况下，那有可能正负极错了，我们就要颠倒一下这个表笔。再试一下，看现在已经都亮了是吧？这也是好的。从这儿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出这个灯珠它是好的坏的是吧？然后呢，我们用它再检测一下这样的灯，试一下看能不能检测出来灯珠的好坏。方法也是一样的这个正负极也是随便往上面接的，接上去不亮，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如果换了好几个还是不亮，就要颠倒一下正负极。还是不亮的情况下，然后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上面这个电源线给它重接一下。我们就是把这条红色的线给它拽掉，接在这个电源插座上面这个红色的上面去，因为这边它是5伏的。接好之后，我们再接着测量。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灯珠就可以点亮了。从这儿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灯珠它是一个6伏的灯珠。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5伏的，它这个灯没有这么亮，不过也可以检测灯珠的好坏。刚才为什么要给大家说要先接3伏的？如果直接接5伏的情况下，检测这个3伏的灯珠很有可能会把这个灯珠给烧坏。所以呢，我们维修的时候先用3伏来测试，3伏的不亮情况下，我们再用5伏的来测试。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像我们使用的这种充电式的锂电蛋，当我们长时间使用它干活的时候用一段时间这个电池就没有电了，我们如果把它拿去充电的情况下就不能干活使用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再买一块好一点的电池的情况下，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呢，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电钻给它改装一下，改装成是2用的，无论是用电池供电或者是外置电源供电，都可以让我们接着再用。首先咱们看一下，我这儿有3个电源，先看这个小的，这是一个12伏5安的，不建议使用这种小个的，最好呢就使用这2种都可以。这种呢是大功率开关电源，或者是从旧电脑里面拆一个电源。我这呢就是从一个旧电脑里面拆下来的，因为这个电脑就10几年前的，电脑已经坏了，所以说这个电源我一直在保留着。咱们先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呢，有好几组，它有一组输出的电压是12伏14安，咱们就用这个给它改装一下。首先呢，咱们先把电池拔掉，然后呢看一下电池上面这3个铁片，中间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它，然后主要就是看一下这2个，这个加号这儿就是正极，然后减号这儿就是负极，它相对应的这个里面呢也有2个铁片，先看一下这儿一个，这个呢就说明这儿是正极，然后它对应的负极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可以改装的时候可以找个这样的插簧连接根线，然后在正极这儿插上一条线，然后在负极这儿插上一条线，就可以作为这个供电的电源来使用。但是
这个往上面插不好插，还容易掉。现在啊，咱们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呢把它拆开，在里面给它改装一下。拆开以后啊，咱们在它的内部加一个电源 DC 的插头。我想把这个呢安装在这个位置，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内部空间够不够。装上电池以后，咱们把这个放到里面，完全没问题啊，可以放得下。好，现在把电池拆下来，然后把这个开关总成也给它拆下来。接下来呢，就需要在这儿给它先开个槽，然后呢，把这个插座给它放进去，试一下合适不合适，还行是吧？正好。然后啊，找到电池的正负极，正负极相连接的分别是这两个点，先在负极上面焊一条黑色的线，然后在这个红色的上面焊这条线，这条红色的就是正极，然后呢就把这些配件再给它装上。接下来呢就把这两条线分别接在 DC 插座的正负极上面，最后边的中间这个是它的正极，我们先接这个正极，然后呢接下边一个负极，这负极呢其余这两个其实都是负极，随便接上都行。然后呢把这些线往里面给它塞一下。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插头在里面还是比较牢固的，如果不牢固的情况下，就给它打点热熔胶给它固定一下。就这样基本就改好了。使用外置电源的时候呢，在这儿插个插头就可以了。然后锂电呢也可以接着再用。咱们看啊，它们是互不干扰的，看是吧？然后呢，咱们把这外壳给它装起来。咱们把这个电源拿出来，找到上面的黑色和黄色的这两条线，黑色的是它的电源负极，然后黄色的是它的12伏输出的正极。然后啊，接下来就是还需要一条就这样的插头，这个呢把它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把它连接起来。连接好以后，用胶带缠一下，做个绝缘。然后接完正极，再接另外这个负极。然后呢，把这个电源插头给它插在电钻上面。插好以后啊，在这个最大的插头上面找到这条绿色的线，然后呢任意和一条黑色的线给它连接起来，看一下风扇就启动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就有电了，咱们看一下，听着这转的非常有劲儿是吧？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当它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去给它充电，然后呢就可以用这个外置电源给它工作来使用。当它充完电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把它再拔下来，然后把这个电池呢再装上，就可以两用了。好了，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